身处分乱之事，心存健康之道。大家好，欢迎来到健康1+1防疫身心灵，我是九九。甲状腺机能亢进的症状其实遍布全身，很多人会第一时间会觉得可能是压力大或者是焦虑，然后有的人会去看心脏科啊，那也有人长期治疗失眠或焦虑，或者是反复腹泻啊、手抖、心悸，但是检查之后呢，才发现原来问题是出在甲状腺。所以今天专家要带大家深入来了解甲状腺机能亢进为什么容易被忽略，还有抽血正常可能藏有风险吗？甲亢药物真的会伤肝，需要终身服药吗？还有最危险的甲状腺风暴究竟是怎么产生的？如果您最近体重突然下降，还有特别怕热、心跳加快、情绪暴躁，晚上甚至睡不着，一定要看到节目的最后，记得先订阅，开启小铃铛。好的，今天的直播欢迎观众朋友加入，您可以在留言区留言跟我们互动。首先介绍今天的嘉宾是惠腾内科诊所院长徐胜邦医师。Hello， 徐医师，你好。你好，大家全球健康1+1的观众，大家好。徐生你好，徐生是第一次来上我们的健康1+1节目，非常欢迎您。那今天我们要讨论这个甲状腺机能亢进的问题。其实这个问题很多人发生，但是很多人没有去仔细去观察自己的身体。我听过一个例子，就是有的人为了变瘦吃了来路不明的减肥药，结果呢里面的成分含有会甲状腺机能亢进的成分，但是没有想到他在治疗之后呢，这个女性还是想偶尔吃一下这种止痛药，因为她觉得这个减肥效果真的非常好。所以徐医师，这种变瘦它到底会有什么样的代价？到底有多可怕呢？这个问题就是这样，跟过去曾经在肠泌素现在的瘦针还没有问世之前，在当时有这个减重的需求，却没有这个药物，所以那时候会有很多所谓的鸡尾酒疗法。其实鸡尾酒疗法就是用大量的药物，我都举这个例子，就是很像你看是一杯温开水，可是你用了半杯的热开水加半杯的冰开水，那怎么让代谢变快？就是要吃很多甲状腺素，吃一些支气管扩张剂，让你心跳变快，然后你会有很多不舒服，再用另外一半的药，用一些安眠药啊、镇静科的药把你逼睡着。这种做法虽然会让体重可以快速的下降，可是你如果去做体组成，会发现其实这样大量的瘦掉的都是我们宝贵的肌肉，而且它会短暂的加速代谢之后，当你停药之后，你的代谢会变得非常慢。所以后来复胖的状况会非常厉害。而在过去，甲状腺素被加在这里面不应该这样做的。我们在治疗患者剂量假设是1天1颗，而在减重的人可能1天会用到4颗到8颗，这样造成用药物想要用各种变快，后续的代价就是当你停之后，你就会变得好像喝完瑞布，整个能量都耗光了，就代谢会变到非常慢的状态。所以现在减重已经不再使用这些几味酒疗法，而是以现在所谓的肠泌素的治疗为主。是，但是其实很多人以为就是甲状腺亢进一定是会有一些症状，像我的认知就过去就觉得大脖子，然后眼球凸出来，但是很多人是看了心脏的心脏专科，那其他的科其实都找不到问题，最后又去了内分泌科，才发现自己是甲状腺亢进。所以徐医师，为什么甲状腺亢进不好发现呢？我们可以这样说，因为甲状腺亢进就是你的甲状腺荷尔蒙的分泌太多，造成全身新陈代谢太快，而它会有众多症状。我给大家一个比较系统的概念去了解甲状腺亢进这个症状是怎么发展出来的。你想，甲状腺就是你的油门很大力的，全身器官都高速在运转。比方说，你的脑袋因为转得太快，你就会失眠、暴躁、没耐心，觉得好烦哦。那如果是你的心脏跳得太快，你就是会一直觉得心悸呀、那什么就是觉得喘喘的。那肠子动得拉肚子，那全身高速在运，所以你会手抖，你会暴汗，会怕变瘦、怕热，都是甲状腺亢进。但是人通常会抓着其中一个症状去做检查，比方说我以拉肚子做表现，我就先去看肠胃科；我心跳很快，我就去看心脏科。那我失眠，我就看暴躁，所以我就是看身心科，但忽略了。通常不会人这么倒霉，有好几个病同时发生。通常如果用一个病去解释全部的时候，当所有的器官都出现类似有加速的症状，这个时候你心里就应该要出，哎，我是不是有一个共通的疾病是可以去解释全身的症状？而这些都是我们相信，就是只要有这些症状，其实我们医生都应该要把甲状腺亢进这个诊断放在心里面，才不会延误治疗。
哎，是，其实我觉得徐生刚刚讲的非常有道理，因为有的时候我们虽然有些人他会有不同的疾病，但是有时候他发病不会是同时的，所以当你发现你自己的问题有一点很难解决的时候，可能就要往这边去想了。那我觉得今天这个议题就非常的重要。那很多人他会觉得我们去抽抽血啊，检查正常。然后就感觉好像没事啊，这个抽血数据都很正常，但是在甲状腺机能亢进这个品项里面，这个项目里面，是不是容易被漏掉的呢？那这边跟大家说一下，我们以台湾的状况当中举例，就是我们台湾有30岁以上人开始可以做成人健检。那成人健检里面包含的东西，包含就是肝功能、脾功能、血糖，然后好坏胆固醇、三酸甘油酯、总胆固醇、尿酸跟尿蛋白。那我们讲这件事情之后，你就会发现它没有提到甲状腺的这个检查，它并不是一个常规的检查。所以我们有抽血是代表它常常我们有检查的东西，就是所谓的肝肾跟血糖、血脂。但是当你没有特定去检查甲状腺机能的时候，甲状腺亢进是不会被找到的。所以抽血正常的定义是说，如果你验甲状腺功能是正常，那你就真的是正常。但是只是这个东西并不是常规的检查，是你有这个疑问，或者是医生心里有怀疑这个疾病的时候，才会必须去查到这个状况。在检查的时候也要注意，就是常见的抽血就是我会有一个 TSH 甲状腺促进素跟一个 free T4 就是甲状腺素，这是要说明一下，就是 TSH 是最重要的。如果你只是有的医生说你 free T4 正常，那你就不用担心，其实不是这样解释的 ，TSH 才是最主要的指标。TSH 正常值一般在0.5到5之间，只要您不是这个指标，建议还是找我们内分泌腺代谢科去做详细的检查会比较好。第二件事情是，讲到正常，就是说有的人是像我爸或妈妈有甲状腺亢进，我在怀疑我有没有，所以我跑去找医生检查了。我去年检查过，我的甲状腺功能 TSH、free T4 是正常的，所以我没事了，我没有遗传到爸爸妈妈的疾病。那个只代表说你没有现在发病，那你未来会不会发病，就要去验身体的一些特殊抗体。这就是我们科在不同的部分会帮病人去解释说，你的甲状腺亢进现在是否有发作的可能，以及你有没有这个疾病被遗传到，你未来还有没有可能再发生，这就是我们在检查上的一些细节。是这样子。那听说我还有一个，刚才您讲到，其实说这个细节，我觉得还是对民众来讲，真的是要仔细去观察自己身体状况。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听说比较就是操劳啊，就是思绪比较想太多、爱操心的人家说台语有句话叫“搞操环”，这样的人比较容易得甲状腺机能亢进，这是真的吗？在上一部分跟大家说明那3个抗体，我们要先说明一件事情：甲状腺亢进在绝大多数，它其实是一种自体免疫疾病，就是你天生就带着抗体，就是因为你的如果它的遗传的几率大概是2成，就是如果您的爸爸妈妈有甲状腺亢进低下这类型的问题，那你就有20%的几率会得到这个抗体，而这个抗体是天生跟你在一起的。那只是它不一定会发病，90%的人不会发病，但是一旦发病之后，就有可能变甲状腺亢进。讲到这件事情，就讲到为什么统计上带有自体免疫抗体的甲状腺的人，他比较容易会烦恼，比较容易焦虑，但不是这个抗体导致你有这个个性，就像是研究起来双鱼座会怎么样，金牛座会怎么样，并不是星座导致这个结果，是这一种统计上是这样的状况。那另外讲一件事情，就是说，人家说因为压力太大而导致甲状腺亢进，这句话的前提是真的，可是那必须是你有遗传到这个抗体之后。如果你是那个没有抗体的人，不管压力再怎么大，你也不会变成甲状腺亢进。我都举这个例子，你想象抗体像是你身体供应住的一个恶魔，那你用免疫力平常都压制住它，当你的免疫力开始松动的时候，这个抗体就会快速出来攻击你。那什么时候是免疫力容易变差的时候？就是生重病的时候，特别劳累的时候，压力很大的时候，或者是心情真的非常非常差的时候，这就是你免疫力松动的时候。这时候你身体的抗体可能就不再被压制了，它就开始欺负你，这就是所谓的自体免疫疾病好发的时间点。
是，哎，其实刚才医生你讲到，真的是符合我们生活上，很多人会觉得，啊，你就是一个什么，比如说你是一个什么天蝎座啊，你双子座或者你处女座，你是容易想太多，很细节。其实可能你本身就有这个基因，才会导致你有这样子的一个表现，或者是出现这样疾病的表现。所以这个还是跟我们的人体的基因哦，还是有关系的。那另外一个说法，还是就说长肿瘤也有可能造成甲状腺机能亢进，所以其实刚才医生你有讲到，就我们自体免疫很低下的时候，所以是不是说我们如果是有肿瘤的情况下，我们自体免疫低下也会造成甲状腺机能亢进的表现？那这个具体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呢？各位观众报告一下，原则上甲状腺亢进常见90%还是因为自体免疫这种天生的遗传导致状况，但是在超过65岁以上的老人家发生甲亢，你可以想象一件事情，自体免疫都是天生的，怎么会到60来岁才突然发作？随着年龄而上升，所以出现一个诊断叫做甲状腺毒性结节。一般甲状腺长小瘤，它是不分泌功能的。我们的毒不是讲它有毒，是指这个甲状腺的肿瘤，它会分泌甲状腺素，它的功能会太强。你可以叫它高功能结节，也可以叫做毒性结节。而这种就是那个甲状腺的肿瘤的位置本身分泌了太多甲状腺素。如果是在比较年纪大才发生的甲状腺亢进，这时候就会把这个东西放在心里面。而甲状腺毒性结节最大的特征是，它必须透过手术把它甲状腺功能那个结节拿掉。它才能够让甲状功能恢复正常，否则的话就必须要终身长的服药去压制这根结节。但另外好消息是说，毒性结节这个毒字会让大家很害怕，但是如果我们知道一个结节是会分泌甲状腺功能的，它一定是良性的，就是不用担心癌症在这个部分，就是它一定是 OK 的，只是需要吃药去控制它而已。是，哎，所以徐医生，你刚刚提到了就是甲状腺结节，对不对？甲状腺亢进的结节，那这个部分呢，其实是要有患甲状腺机能亢进的人，他才会出现这种结节，是吗？应该是说甲状腺亢进的两种可能，就一个是被抗体影响的整个甲状腺变功能变强，称之为甲状腺亢进。那另外一种状况就是我的甲状腺其实整体是没有问题的，但只有10%的，因为这个位置有一个结节，而这个结节做了就变超级陆战队，做了非常多的功能出来，但其实其他甲状腺是没问题的，这种就会落到不幸结节的诊断。那这些要把它放在心里，因为不同的诊断，它的治疗的时长跟该注意的事项是不尽相同。嗯，所以这个部分要特别注意，很真的一定要留意。但是有一个说法啦，可能也是让民众特别不想要去，就是很不想去治疗这个甲状腺机能亢进，因为网络有一种说法说治疗甲亢的药物会伤肝，而且全身还会发痒，所以有很多人因为副作用哦，心理真的非常有负担。所以徐医生，您在您的临床上怎么来帮病人，就是阻挡掉像这样的相关的一些风险，或甚至是副作用呢？那跟各位报告，就是甲状腺亢进的现在两大系统药物，就是所谓的美西妈唑、甲硫马佐类的药，跟 PTU 普乐皮的药，他们的发展年纪是在1940年代就开始发展出来。那您可以分说，从开始到现在，将近快90年的时间，这90年来，所有新的药物研发都失败了，所以我们用的是过去80-90年前研发的。所以那个药在刚初始研发的时候，它是属于副作用稍微比较多的药物。而甲状腺的状况会听到伤肝这件事情，其实是指的是一种严重的过敏。甲状腺亢进在初始使用的时候，会有1%的人在用药的前3个月可能会发生严重的猛暴性肝炎跟免疫力崩溃的白颗粒球低下，但是它几率只有1/1000。所以每个使用甲状腺药物的患者，我会跟他说，在用药的前3个月，请您先注意一下，如果有发生猛暴性变得很黄，你整个人会变成一片橘子一样，但它的发作几率是非常小的。那我们讲完这种极端罕见的过敏之后，就再回头看甲状腺这个药。甲状腺药物其实本身是没有肝脏毒性的，也不会伤肾，所以就算我长期吃、累积的吃，也不会有肾功能的影响。所以大家在用药的时候，只要在初期小心前3个月的状况就好。那第二个问题是，甲状腺亢进的药物它有可能会造成皮肤的瘙痒，但是这个几率大概接近30%到50%，而它的状况是越吃会越习惯，你会越不会痒。
所以但是氧的部分是我们会可以观测，虽然要比较注意的只有初期3个月的肝功能跟所谓的免疫力崩溃掉会高烧不退，大概就注意这2件事就好了。其实它整体来说，你可以想1000个治疗的患者，999个是非常安全的，只要把药物服用完就没事了这样。哦，其实医生您这样说，我还是觉得，如果是患者，我可能还是会觉得有点担忧，因为猛暴性肝炎，然后就突然间就整个人像橘子一样，我可不可以有可能可以，比如说我不要服药呢？我可以有什么样的其他的方法可以治疗吗？因为其实啊，我们现在有一个观众就留言就告诉我们说，哎，我有个朋友甲亢影响到心脏哦都不好。然后常年要吃药控制，所以这个到底这个吃药要一辈子吗？然后这个治疗多久我们可以不要吃药呢？摆脱这个药物的困扰。那跟大家报告，就是刚刚有提到说，甲状腺90%以上都是所谓的自体免疫的问题，所以你想象你发病的根源是在你的血里面，是在你的 DNA 里面，所以它不会真正意义上的断根。但当它真发病了之后，你只要完整治疗18到24个月，全世界的平均，你把这个药物吃完，经由医生的评估之后，把它药物停掉，统计上有40%的人这辈子就不会，就像是好了一样。那通常这些疗程虽然要1年半到2年，但是通常只要吃了3个月，你就会觉得症状完全消失了，不需要吃药了。但是如果您这个时候就把它停掉，我都这样举例，就像是一场火焰，你只是上面的火灭掉了，但是下面的余烬没有，等它只能完全掉。就算停了药，它立刻就会烧起来了。所以1年半到2年的治疗是有它必须性状况。那当完成这个疗程之后，也许就是真的 OK 了。所以会一辈子吗？绝大多数的患者只要1年半到2年就可以摆脱这个药物。那只有少部分的患者治疗效果它需要拉的比较长，只是这样。那刚刚舅舅有提到说，那可以不要吃药吗？我们就要知道不吃药会发生什么事情。甲状腺亢进最主要会影响到你的心脏，因为你的心脏，你想象，心脏本来一分钟就跳60下到100下，你现在一样甲状腺亢进都跳150、140，那时间拉得很长，你看的3年、5年、10年之后，你会心脏衰竭。所以他不吃药的选择就是你会约你5到10年之后的心衰竭的风险。那这就是我不能让患者发生，我要让他知道不使用药物的严重性，他才愿意把这1年多的药物治疗把它完成，他才知道对他的好处这样。是，那就是这个真的是有一点没办法了，就命中注定。那如果是注定好的话，我们就是还是要听医生的医嘱，就千万不要擅自停药。因为什么呢？因为先前有一个新闻，就是也是一个甲状腺机能亢进的女士好像女生得这个病会比较多一点，是不是这样的意思？我先讲一下这个案例，再请医生回答我这个问题。因为她其实擅自停药后5个月。结果它变成甲状腺风暴合并严重的心脏衰竭，就刚刚医生提到的心脏衰竭，还有变成休克，它结果最后就是要用叶克膜来抢救。那我想这个其实真的是一个比较我觉得不是很不幸的消息啦。但是如果有人真的要长期吃药，也会让人家觉得真的是非常的厌烦。那这种情况跟医生讨论有没有一些帮助，或者是有没有一些其他的方法可以去补救这样子的情况呢？我先说明什么是甲状腺风暴。甲状腺风暴就是指说，甲状腺你是想要甲状腺它就像是一个燃油桶，那你都不治疗的时候，就是在这个燃油桶的旁边摆了很多火苗。那如果它一口气，本来我们释放甲状腺素是，比如说我从1到一点点释放，甲状腺风暴就指说那个火烧起来，从1到100突然在1天2天之间全部就放出来了，一瞬间你的心跳会变得非常的快，心跳可能跳到150、180、200下，等于就没有再跳了。这时候你就进入到一个休克的状况。那一旦发生甲状腺风暴，即便用上叶克膜治疗，都还有3成到6成人会就这样离开了。所以发生的几率很小，但是如果一旦发生了，但是后果真的是非常的严重。那刚刚舅舅提到说，吃1年半2年的药，甚至时间拉得更长，觉得好累有没有别的选择？目前甲状腺亢进的治疗总共大概分作3块，第一个就是药物治疗，第二个部分就是可以选择手术治疗，就是它见效快。我觉得太慢了，就是我甲状腺想控制稳定之后，我就想要手术把它切掉，这是一个选择的状况。
但要理解，手术开完刀甲状腺手术会有2%的风险，会伤到声带的神经，但是几率是不高。但是大家了解这件事情。第三，其实放射点治疗也是另外一个可以选择的部分。放射点就是我们因为全身上下甲状腺会吸收碘，我们利用一些放射线让碘吸收，让吃的放射碘吃到身体里面之后，那会让甲状腺功能慢慢的回稳。那放射碘是现在欧美国家主流的治疗。那放射碘因为有放射这个字，所以华人不太愿意接受这个选择，但实际上它是一个相对比较安全的状况。只是放射碘吃完之后，它甲状腺功能会开始慢慢的像滑溜滑梯这样慢慢的变差，所以你甲状腺亢进吃完之后，通常1年有机会就回到正常。可是随着时间拉长，5年之后，你就有3成到4成的几率甲状腺功能会不够。那如果终身去算，你就是100%因为甲状腺功能缺乏，就是要开始补甲状腺功能低下的药。因为其实每一位患者不想从亢进变低下，可是所以选择这样治疗的人相对比较少。但是我要说明的是，其实每个人都有很多治疗的选择，可以跟你的医生讨论，其实会沟通出一个你最愿意接受的状况，或者说你了解这些后续的选择之后，你就会发现原来吃药是我相对接受的，那你有不一样的答案。我觉得人是有很多弹性的这样子。是，我觉得其实刚才徐医生您表达的非常清楚，就解说这个甲状腺机能亢进的这个情况真的是就很清晰。那其实我觉得好像民众也没有太多的说，因为每一个治疗都有它的，就是其实有时候它就是一个双刃剑嘛，它可以控制好你的病情，但是它可能会产生另外一个作用。那其实呢，如果真的是不控制的话，确实对我们的生命也会造成威胁。那我想比较好的情况啦，就是说，我可以请教医生，像您在您的临床上有没有一些比较让我们觉得像他恢复很好，他经过治疗之后，可能1到2年之后的一些服用药之后，他真的可以恢复很好的功能呢？有没有呢？我要说明一下，假设有100个甲状腺亢进患者，经过规则药物控制之后，大概有95个人可以摆脱药物。其实很多人都可以摆脱药物的，只有极少数没有办法摆脱药物。那所以不用太害怕这个病。当您想象一件事情，虽然它是一个在您天生的遗传的状态，但是一个能够被药物治疗的病，而且有机会停掉的病，然后它的副作用其实只有1/1000，其实它是一个相对比较更有治疗的可能、更有希望的药物。所以大家只要知道这个病，我看得到终点就不会害怕。你害怕的是说会不会无限的吃药，会不会发生什么难以预期的并发症？其实只要规则的用药，它其实你可以把它想象，它其实不是慢性病，它只是一场很长的感冒。它只是一个治疗1年半到2年的感冒。你把它这样看，你觉得心里会比较舒服一点。是，我觉得有时候是我们的心理造成我们的这个身体的负担，也是会有影响的。所以刚才其实徐生的这样解说，我觉得，好像也不是那么的太痛苦哦。就是说，当你要面对这个疾病，然后你正确就1、2年之后，你好好的去跟医生做配合，我想还是可以让你的身体机能恢复正常，控制良好。那么问题来了，如果我们控制好的情况下，停药之后，那么含碘的食物，或者是说咖啡，是不是我们就可以正常来吃了？那在饮食上有没有特别要注意的问题呢？我要稍微说明一下这件事，就是问的非常的好，就是我觉得有太多的甲状腺亢进患者把自己限制的过度严格，就被这个疾病觉得好痛苦，这个病什么都不能吃。实际上，我们的建议是说，当然含碘的食物可以吃的比较少的话，进步跟治疗的进步会比较快，但是含碘的食物会有含量的问题。我原则上只有建议，就是海里的植物少吃就好。因为什么原因呢？我们讲含碘这件事要注意到含量的问题。我们每天每个人大概需要100到150微克的碘，而海带、海苔这些海里的植物每公斤大概含600万到9万的碘，所以它很容易少量就过量。所以我只会建议患者，海里的植物尽量少吃。但是其实鱼虾公斤都有大概900左右的900微克的碘，没有人每天吃1公斤的海鱼海虾的，所以其实你想吃鱼虾蟹都没有关系，就是海里的植物少吃就好。那讲到那些含咖啡因的东西，我就要跟大家说明，含咖啡因的东西不会恶化你的甲状腺亢进，它只会恶化你的症状。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你吃了其实甲状腺亢，你每天就算喝5杯咖啡、10杯咖啡，讲夸张一点，你的甲状腺亢进也不会比较难好。
但是你的心跳会比较快，所以你会过程中比较不舒服。所以我会举这个例子，就像热水本身不辣，但是如果你现在吃了辣椒，你又喝了热水，只是会觉得哦舌头好辣哦，但实际上这个是不会影响你的。所以咖啡因大家不用害怕。所以真的我请大家要注意的只有减少碘的摄取量，而不是不能吃哦，这是两件事情哦。谢谢。哎，是。那其实您刚才提到说海里面的植物，那如果是海里面的，您刚刚说海鱼、海虾这个东西，这些朋友可以吃吗？甲状腺机能亢进的朋友可以吃吗？我觉得都可以是没有问题的，那个碘的含量没有那么多，所以你每个正常的海里的植物的量可以少吃。但我觉得少吃的概念是这样，比方说我现在要去 7-Eleven 买早餐，然后我现在有的选有御饭团跟三明治，那我就挑三明治，我不挑御饭团。但是如果我的家人已经拿了2颗御饭团回来，我不会剥皮吃，我就把它吃掉就好，绝对不会因为吃了这一餐的海苔就会对你的甲状腺有什么影响。其实生活相对蛮自由的。这样听起来，我觉得也是还可以。其实我们现在有观众啊，就是刚才留言说他的一个朋友甲状腺机能亢进，然后影响到心脏，然后心脏也都不好。然后他说，哦，就是能控制跟变好就是胜利，不要以为就是甲状腺机能亢进是小事，不控制也是不重视，这个就真的不行了。好，那我想其实有很多朋友也会担心，就是万一自己家里面有人是有甲状腺机能亢进，那就是家族遗传史。我们是否可以透过比如说改善生活方式啊，然后避免发生就是这个病症就是在我身上发生，有可能吗？可以，就是我们回到刚才提，就是其实如果您的爸爸妈妈有甲状腺功能的问题，那其实遗传到你身上只有2成的几率。所以第一件事就要先区分你有没有遗传到那个抗体。所以那个可以透过检查方式，就我刚刚给大家分享，就是那个3个抗体 anti-TPO、anti-TG 一个 TSH antibody，只要你3个都没有，然后超音波做起来又是正常的，代表你就是那另外8成没有被遗传到的人。这时候你就可以放心了。那我们现在要讨论的是，那如果是那2成被遗传到的人，我该怎么办？那就是我们要开始控制你的碘的摄取，减少碘的摄取可以减到你发机会。第二，就刚才讲说，就是你就要相对要去注意你的压力的状态。那第三就是你要小心发病的症状。什么是发病症状？当你有抗体的时候，我觉得，因为说你要说怎么减少压力，有时候很难去判断，但是你可以小心你的症状的发生。那是什么呢？你以体重去做判断会最准确。一般建议你的体重上下超过5%的时候，你就要小心是不是有发病的可能。因为你瘦太多就是怕甲状腺亢进，胖太多怕甲状腺低下。所以你可以想象一件事情，就算你有这个抗体，但是你发现其实我的体重都是蛮稳定的，其实也没有什么不舒服，你就不用太放在心上。所以我觉得只要知道区分有没有抗体，有没有被遗传到。第二就是减少碘的摄取，然后适度的压力的调节，最后就是看小心症状的发生。这3件事只要放好，其实发作几率其实是小的。大家理解就是如果你的爸爸妈妈要甲状腺亢进，其实到你2成，而你天生带这个抗体的人，其实发病的，所以大多数就跟他和平共处一生是没问题的。是，这样像我们听起来就感觉还不过，我想请教一下医生了。如果说，比如说我要怎么知道我是不是有这个基因呢？我们是不是去做一些进一步的检查，还是说抽血啊检验？怎么样做才是能够查到自己有这个甲亢的问题？我觉得细致的检查就是包含了要看超音波，超音波要看你的构造有没有问题。如果是一个自体免疫甲状腺，其实超音波会有一个特殊的变化。那第二件事就是要抽血，要确定有没有那个抗体。我还是要特别强调，只验甲状腺功能，它回答近期这1到3个月有没有甲状腺功能的异常。可你想知道你未来有没有可能发生，就要测定这些抗体，告诉你这个答案。如果功能现在是正常的，抗体也没有，超音波又是正常，这时候你就是比较放心，就不会有这个议题，心里也比较放宽心，不会有什么太多疑虑这样子。是，我觉得进一步的检查就是还是比较重要的。那我想，其实我想，其实我们今天像有
观众也就留言说，他的家人是有甲亢的问题。那也有朋友说，我们可以把这一集节目分享给这些朋友，我觉得是很重要，因为在台湾我知道甲亢的人还是蛮多的，然后大家可能就是说面对服药啊，或者是说面对这些问题，也许你没有机会跟医生来深入的了解你的病况，或者是你没有深入了解这个甲亢的问题，可能对你的精神会造成一个很大的负担。但是我觉得经过徐医生的介绍之后，我就反而宽心不少，我就把它当做1-2年的可能我的感冒吧，我感冒可能就是持续的服药，跟医生做配合，然后之后呢，我只要按生活的方式，正常的生活方式去调节我的身体，我觉得我就可以恢复的正常，我还是可以像正常人一样，甚至我就可以停药，不用再服用了。所以这些问题，我觉得今天非常感谢徐医生来帮我们解答，就是这个真的困扰民众很久的问题，我希望可以对大家有一点帮助。期待下一次有徐医生更精彩的分享。感谢徐医生，谢谢。谢谢九九，谢谢各位观众，谢谢，拜拜。我想其实我真的是有甲状腺亢进的朋友都会以为自己可能是太累，我过去也是听过很多这样的说法，就是你太累啦、焦虑啦，或者是压力大呀，可是你可能是因为你有这个基因，所以其实不是你所认为的这样。所以如果我觉得你真的是家里有这些遗传性的这个问题的话，你真的可以去做进一步的检测，让自己放宽心，也不要有这个压力在我们的心里面。但是万一你发现你的这个心脏已经出问题，或者各种征兆，一定要特别注意。还有最后我还是要提醒，网络上很多这个瘦身产品很多，我们大家都希望能够瘦身，可是拜托大家一定要健康的瘦身，不要就是吃很多什么快速燃脂啊、什么代谢啊、爆冲这些东西，就一定要特别注意，因为你瘦下来的代价肯定把你整个内分泌系统都搞乱了。真的千万大家不要追求这样子的这种很瘦的这种但是又不健康的方法。希望大家看我们的节目的朋友，还是希望大家能够真的保持一个健康的身体。当然我们也希望有一个健康的体态，你可以做运动啊，不要把你的身体搞坏了哦，这个是很重要的。好，那最后还是提醒大家，如果您身边有莫名暴瘦啊，或心悸手抖，或他突然间感觉很怕热，然后不跟你抱怨说我最近有点失眠，这个症状的朋友呢，你可以把这期节目分享给他们，真的不要觉得他是压力大，能够及早检查，很多问题都可以提早控制。好的，非常感谢您今天的收看，记得离线前还是订阅我们的频道。我们感谢您的收看，下期节目再见。